你觉得你现在的这种交流方式是正常与人交谈的方式？我怎么跟你不是正常交谈？说起郭德纲，他那张嘴在圈里是出了名的厉害，从不走寻常路，既能逗得全场大笑，也能一句话说到点子上。而另一边的张绍刚也是嘴快不饶人，喜欢拿身边事当谈资。没想到这次节目组竟把这两位言语高手请到了同一个台上。要知道，以前郭德纲的徒弟岳云鹏就曾被张绍刚和薛之谦一起开玩笑，当时场面冷得让人尴尬。如今郭德纲再次登台，脸上带着笑，却总让人觉得他心里早有打算。这一回恐怕张绍刚要真正领教一下什么叫郭氏开头，句句见风骨了。大家好，我叫郭德纲，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相声艺人，但现在不想干了，所以来在了非你莫属，要求职，请各位老板给一个机会。找什么类型的工作？我也不太了解我能干什么，以前一直做演员的，现在不做了，反正水平就在这儿了，我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。觉得你自我分析自己最强的能力，说相声，适合职场的能力。你不能到了人家公司去给人说相声啊！您说的对啊，我觉得当个副总什么都行。节目刚开始时，张绍刚气场十足，仿佛掌控着全场。以犀利之言著称的他，凭借资深身份，俨然是现场的绝对主角。然而他没想到，这次遇到了郭德纲，一位将语言化为艺术的大师。面对提问，郭德纲从容不迫，轻松化解了对方的锋芒，并顺势接管了节奏。原本如同审讯的紧张场景，顷刻间变成了他的个人相声舞台。假设你去了一个婚恋公司当副总，你的能力是给他搅和黄了。这里面所说到的能力是您自己的能力，我自己的能力。对，你要早这么说，我早就知道啊。我在国外很多年，这我都会。是这个我会打字，我会写东西，我会做饭，我能够正常与人交谈。郭德纲在相声领域地位卓然，然而张绍刚暗存，面试终究不是舞台表演，即便口才出众，也未必能从容接招。身为主持人，张绍刚素以提问尖锐著称，擅长以逻辑步步紧逼，审视对方的及时反应。当他将问题抛向郭德纲时，本期待看到这位语言大师如何跳出熟悉的表演框架来应对。谁知郭德纲气定神闲，仅以寥寥数语便轻巧拆解了难题，不仅机敏尽显，更自然而然地带动了全场气氛，引来满堂喝彩。你觉得你现在的这种交流方式是正常与人交谈的方式？我怎么跟你不是正常交谈？大家看这场面是不是有点眼熟？要知道，张绍刚之前在求职节目里一向以提问犀利出名，问题常常一个比一个尖锐，让不少选手当场难以招架。本以为这次他依然能掌控全场节奏，没想到碰上了郭德纲。老郭这次可不仅是来聊天的，据说他是为了当年自家徒弟岳云鹏被调侃的事，特意来讨个说法。这样一来，原本看似普通的面试环节，转眼就变成一场语言交锋的江湖对决。你觉得自己能给公司带来什么呢？带来什么价值？那得看这公司给我带来什么价值。听到这里，全场观众恐怕都忍不住想为老郭鼓掌喝彩，因为他一句话直接点明了无数职场人心中的共鸣。为什么总是公司在单项挑选人才，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求职者自己的期待与需求？此话一出，台下观众内心暗暗叫好，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。张绍刚立刻听懂了话里的深意，明白老郭正以反问的方式反客为主，他迅速稳住状态，转而从逻辑层面切入，试图拆解对方的观点，重新拿回这场对话的主导权。不，你的这个逻辑呢是反的。怎么了？或者说这是两条平行的啊。公司会给你带来价值，但是与此同时，你能够给公司带来什么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听明白了啊。这就得跟他一块聊了，我得看他是什么公司，我才能告诉他我干什么，给他带来什么价值。郭德纲并未为对方带偏节奏，他顺着逻辑把道理讲得更透彻。招聘本就是双向的互相选择，而非单方面的审查。他指出，求职者需要展示能力，企业同样要拿出诚意。这一番对等规则的阐述，立刻让主动权回到了他手中。张绍刚设置的套路，他一个不碰，反而巧妙地将现场氛围从审问转变为平等交流，重新掌握了主导。薪金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吗？越多越好呗，别超过老总。你肯定，你不用担这个亲，肯定超不过老总。在过去的求职节目中，许多出色的参与者都因张绍刚直指要害的提问而一时语塞，信心骤降。能否保持情绪稳定，往往直接影响最终能否获得高薪机会。这也使得张绍刚的风格常常引发讨论，而郭德纲则展现了另一种应对方式。面对尖锐的问题，他从容不迫，甚至以微笑回应，仅用几句风趣的话便轻松缓和了气氛。原本紧绷的现场，在他的带动下，仿佛变成了一场有趣的即兴表演，全程尽显机智与从容。您大概给一个底线，你们少于多少不干？你们这儿最高给过人多少钱一个月？最高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平台上曾经有过15000，对吧？行，那就拿这个作为标准吧，15000上下我就能干。
是一天吗？节目组亮出史上最高薪，想来个下马威，结果反被老郭拿捏。谈判刚开场，他轻飘飘一句咱按日算，直接让全场傻眼，薪资预期原地起飞。张绍刚这下真慌了神，设局的人反被请进了局。面对郭德纲这种把谈判聊成相声的降维打击，他只觉得多说无益，眼看场面要完脱，只好赶紧拉上老板们组团应对。求职者这样的表现，我相信老板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。我们叫咖啡之翼咖餐厅，主要以咖啡西餐为主，还有就是中西融合的混搭美食。那么在我们这样的企业里，你觉得你能做什么可以拿到1.5万一天呢？我可以收编你们。这位女老板颇有胆量，竟在众人面前主动与郭德纲交锋。她不紧不慢地抛出问题，意图试探对方的底气。可她没料到郭德纲全然不接这招，只见他轻轻一笑，一句回应干脆利落，又带着几分犀利，顿时让女老板接不上话来，全场随之笑声一片。对郭德纲而言，这样的插曲不过是个开场小火花，真正精彩的交锋还在后面。郭老师，您说，就是你确实是来找工作的，你不是来收购5家公司的吧？很简单啊，找工作呢有找工作的规则，对吧？对，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，都已经过去了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对，那就得基于你刚才的表现，5位要做选择了，他们要选择我了，选择看谁还打算给你提供职位，好吗？太好了，同意提供职位的，请举手。3、2、1。哇！许多观众早已对这类求职节目有所不满，看似公平的舞台背后，往往隐藏着对弱势选手的严厉挑剔，以及在薪酬上步步压价的手段。遵循规则本身无可厚非，但当规则变成压制他人的工具时，总需要有人站出来敲响那面早已生锈的警钟。张绍刚本想凭借主持人的身份和既定规则提醒郭德纲这里有规矩，得按流程来。然而郭德纲不仅没有被这牵制，反而稳稳掌控了全场节奏，更意外地获得了5位企业老板的一致认可。当所有绿灯亮起的那一刻，张绍刚终于意识到，这场面试早已成了郭德纲的舞台。5位 CEO 同时举手，我以为得有几个不爱看我的，没想到5人都举手，我就喜欢你们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郭德纲心里很清楚，刚才的那番表现，若是换做其他求职者，恐怕早就被淘汰出局了。然而资本的本质向来现实，逐利而行，顺势而为。5位老板不约而同地为他亮灯，主动递来橄榄枝，局面再一次回到了他的掌控之中。此刻全场安静，所有人都屏息以待。这位谈吐犀利、心中有数的相声名家将如何运用他的语言智慧，继续上演这场意料之外却又精彩纷呈的好戏？现在既然大家都是给你留灯的，那就意味着主动权在你手里。是啊，直接选择去哪儿。就说我现在就可以说出我的愿望来了啊！我其实特别想传媒大学当一教授呢。掌握主动的郭德纲并未立刻回绝，反而带着笑意转向张绍刚，调侃了起来。毕竟在他看来，这位科班出身的主持人功底也不过如此。借着玩笑的语气，郭德纲点出了节目长久以来的争议：求职本该是双向平等的对话，而不是通过贬低他人来凸显自己。接着他又以幽默做刀刃，讽刺了那几位习惯看人下菜的老板，顺道也给张绍刚上了一堂生动的沟通课。在一片笑声中，郭德纲依旧从容淡然，语言真正的力量或许正藏在这份谈笑自如的智慧里。那么这一局，你更认同谁的姿态？